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本精彩的小说《穿书之数隐逆行》。小说讲述泥土族几年前就看过的老套路，怎么还在吐？就这么死吧！这是什么情况？我难道穿越了？小姐，侯府今晚冲喜新娘，除了您，还有穆家二小姐。但管事的说她耽搁在路上，还未到。侯府冲喜？哎，等等，你说的那个穆家二小姐，不是叫穆云舒吧？是的，小姐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就问问。看来我竟真的穿到刚才吐槽的传说小说里，还穿成了倒霉的炮灰园女主沈西堂。我记得原小说里，沈西堂本应该嫁给定远侯穆星夜冲喜，但穆锦州为了继承侯府，让怀有自己孩子的穆云舒和沈西堂换嫁，而沈西堂因不慎撞破二人奸情。你们被他们霸凌致死，所以今天这场错嫁正是我不幸的开始。吉时已到，哇，这新娘子多漂亮！是啊，一拜天地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对呀，这新娘子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不动了？你看这女人，这怎么回事？夫人，该拜塔了，吉时不可误。不行，不能这样坐以待毙。错了，弄错人了。夫人不可任性，若是误了吉时，便是大凶之兆。我是沈氏嫡女沈西堂，今天要嫁之人是定远侯。听说侯爷重伤昏迷，命悬一线，定无法来亲自拜堂。不知你又是哪位？不是新娘子，侯府怎么能连新娘都弄错？为了给星夜冲喜，我可是特意请高人算了2位新娘的生辰八字。你们底下人怎么做事的？这都能弄错，差点坏了我侯府的大事。老奴这就把新娘换回来。没想到这女人竟也不是个省油的灯。总算是有惊无险的嫁了过来。饿死我了！欧梦，这不就是原书中的炮灰吗？长得应该也不咋地吧？我去，这原主吃的也太好了吧，连炮灰都这么帅。福密马赛变巨星，是我低估您。不对，我记得原书里他在新婚后半夜就醒了，穆云舒也因此被视为福星，从此开启了主母之路。现在这福星该换我来做了，只是怎样才能让他醒来呢？还好我是个搞科研的医学博士，让我来看看你到底得了什么病。等等，这脉象难道是中毒？夫人，老夫人有令，让您立刻去前厅。他们是想故意支开我，阻止侯爷今夜在我面前醒来。你是？这就是穆云舒，果真跟小说里一样，隔着老远就闻见一股绿茶味。怪不得穆锦州都被他哄得五迷三道的。正好西堂也来了，刚才呀，云舒说他有法子能唤醒星夜，咱们这就去试试。哎，老夫人且慢，
刚才我出门前似乎见侯爷动了一下。哎呀，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怎么？我可是老夫人亲自找人算过八字，给侯爷冲喜的福星。今日侯府双喜临门，侯爷醒来，难道不是顺理成章吗？让侯爷苏醒的解药被我藏在心房中，全世界只有我知道，却没有这么快就起效。一派胡言！父亲昏迷数月，众多神医都束手无策。你区区一个商贾之女，不懂医术，如何能让她醒来？来人啊，将她拿下！老夫人且慢。老夫人，难道您真的想断了侯爷最后的生机吗？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您选我嫁进侯府，我就是侯爷的福星。我保证，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。您这就随我去见侯爷，他今夜一定能醒。少在这装神弄鬼，我们侯府可不信这套。是吗？可我听说这冲喜的法子还是你给出的。要是你不信鬼神，又何必找人来给侯爷冲喜？巧舌如簧，我看你就是故意在拖延时间。来人啊，快给他拿下！侯爷醒了，侯爷醒了！哎呀，感谢老天爷保佑，我儿星夜终于醒来了。哎呦，谢天谢地，侯爷您终于醒来了。哎呦，这茶味真重。是啊，父亲，这些天可把我和祖母给急坏了。愿父亲以后身体健康，再无病头。这两个戏精，不去演短剧真是可惜了。母亲，这是……哦，为了给你冲喜，今天府上特地安排了2门亲事。这个就是你心腹，叫沈西堂。多亏了他，你才能顺利的醒过来。日后你可要好好的待他啊！见过侯爷。原来是他。今晚是星夜的洞房花烛夜，我们都回吧，就让西堂留下来好好陪陪他。是。他这副身体，刚醒来应该不能对我做什么吧？但以防万一，那个，我来大姨妈了，最近不方便洞房，今晚我自己打地铺睡。你说什么？大姨妈？这是我的家乡话，意思就是我来鬼水，这几日都不太方便洞房。溜了。今年过节不收礼，你只收老牌钱。哎，我刚刚车祸穿来的，你呢？我倒是来这有一段时间了。之前我在剧组拍戏，休息的时候正好看到这本小说，这一不小心被掉下来的道具砸晕，一睁眼就到这儿了。欧某，拍戏？你不会是大明星吧？哦，没有，我只是个小武替。正巧以前当过兵，有点功夫在身上罢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现在的情况，你知道后面的剧情吗？具体细节记不太清了。简单来说，你是大败外敌、身受重伤的宁远侯，2个月之后重伤不治下线。而我是被买来嫁给你冲喜的炮灰女，不久之后也被折磨霸凌致死。不过我们2人都是穆锦州和穆云舒后续剧情的炮灰垫脚石，下场凄惨。那你快说呀，这剧情到哪儿了？现在到了穆锦州设计让怀了孕的穆云舒嫁给你，你喜当爹，接着你就身中剧毒而死，然后他的亲生儿子名正言顺成了侯府继承人。不过
我刚刚已经把这个剧情成功改变了。那我是不是不会死了？并没有，你现在的处境更加严峻。啊？你想啊，穆锦州和穆云舒早就暗中下手了，让你看似受伤昏迷，实则身中剧毒。虽然毒性已经被我暂时压制住了，可一旦触发，仍有生命危险。但除了他们，侯府二房一直对你的家产虎视眈眈，一心盼着你死。不过你放心，你神姐我好歹也是个21世纪搞过科研的医学博士，这毒我包给你解了，一定不会让他们任何一个人得逞。不过古代这深宅争斗我不懂，但是咱俩都是同为天涯穿书人，我保证，只要我活着一日，便护你一日周全。好，那咱们就齐心协力，一起干翻那些主角。哎，按你刚刚说的，这原著里面咱俩都不是穿书的人，但现在咱俩都过来了，那你觉得他们2个人也会不会是穿过来的呀？这玩意儿真管用啊！这东西用在脸上啊，哎，感觉是水润了些。孙媳妇儿竟能钻研出如此珠研之物，以后我们都有福了。这是面膜，看来这个慕云舒铁是穿的。夫人，您这是干嘛呢？老夫人还等着敬茶呢。没什么。哟，这就是星夜刚过门的媳妇儿吧？还知道来啊？我看这茶都要放凉了。孙媳相信主母一定不是故意的，祖母就宽宥她一下吧。儿媳知错，这就奉茶赔罪。你这是何意？心腹过门第一天就摔碎茶盏，这可是不祥之兆啊！说，你是不是诚心的？烫的分明是我的手，他慕云舒倒是先喊上了。几个人在这一唱一和的，一大早就挖坑演我。请老夫人恕罪，只因昨夜我一直在照顾侯爷，被折腾的整宿都没睡，实在乏累，这才没拿稳茶盏。不就是演吗？谁不会呀？哎呀，好了，快起来吧，好孩子，不怪你啊，照顾星夜辛苦了。哪里，这都是儿媳的分内之事。哎，好啦好啦，我这儿的环节就算免了。不过，周儿、云舒，你们还是要得给西堂敬茶的，毕竟她就是你们未来的主母了。请母亲喝茶。既是敬茶，为何不跪？回母亲的话，在我的老家，给长辈敬茶一般只需要行躬身礼。跟我玩现代人这套是吧？那他呢？咱们这儿也有这个习俗吗？孩儿昨晚冲撞了母亲，是孩儿不妥，还请母亲不要刁难云舒。孩儿愿自领家规，杖责30，还请母亲恕罪。演得真好，竟然一时没法分辨是不是蠢。儿媳也知错了，请母亲责罚。西堂，既然他们都道歉了，我看昨晚的事儿就算了。是啊，沈西堂，若进门第一天就惩罚小辈，落得旁人非议，可不好。道德绑架我是吧？说我罚了这2人，肯定是要落个苛待养子的罪名，但不罚又咽不下这口气。既是他们顶撞在前，那错了就是错了。儿子给母亲请安。星夜，你怎么就起来了？哎呀，快过来坐下。穆锦州、穆云舒，你们2人可心甘情愿认罚？父亲，我孩儿自愿领罚，但云舒体弱，还请父亲宽宥他这一回吧。哦，
既然你如此识大体，那便自己去领罚吧。是，又是你，沈西堂。星夜，你这未免也太过严厉了吧？母亲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既然他知错，就不能不罚，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夫人不必担忧，穆锦州是我侯府养子，理应以身作则。没想到你小子也是个腹黑的。星夜，你身子好些了吗？幸得夫人照料，已恢复了不少。好儿媳妇儿，今天想要什么？我要重重的赏你。老夫人，我听闻有位名医云游至此，想让他为夫君解毒。什么？啊，你说星夜他中毒了？一派胡言！星夜是因为重伤导致昏迷，侯府人尽皆知。太医也来看过诊，都并未提及中毒。沈西堂，你初来乍到，如此说话，莫不是暗示这府内有人故意投毒，刻意陷害？故意投毒？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此事应该详查。我看你就是在编造谎言，挑拨是非，意图扰乱家宅安宁。那二姨娘跟我打个赌如何？若侯爷没中毒，我就立刻领休书离开这侯府。好，若星夜真是中毒，我就认下你这福星；反之，就自请离府吧。沈西堂，没想到你竟然自寻死路。大夫，星夜怎么样啊？回禀老夫人，侯爷脉象平稳，并未中毒。什么福星？原来就是你在扯谎。沈西堂，你是要自己体面的走，还是要我命人给你嫁出去？不用你们赶，我自己会走。到时候还请老夫人将放妻书送来，我自会归还聘礼和婚书。罢了，既然事已至此，那便这样吧。西堂，主母，沈西堂，你个蠢货，这可都是你自找的。刚刚你是故意的？没错，你中的毒非比寻常，一般人本就很难诊断出来。现在侯府内上下都是二房和穆锦州的眼线，做什么都不方便，所以我干脆将计就计，自请离府，好去研制解药。原来如此。现在我能确认了，穆云舒肯定是穿的，但穆锦州的底还摸不清楚，所以我离开之后，你务必要多加小心，保重。好。那你还会回来吗？当然，我怎么能抛弃好战友不管？那我等。慢着，你们现在不能走。怎么，嬷嬷还有何事刺激啊？我家小姐说了，这侯府有人手脚不干净，顺走了她陪嫁的镯子，特地命我来查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按住，仔细搜身。欺人太甚！当初可是你们侯府求着我们家小姐来重启的，现在侯爷醒了，你们就要过河拆桥，不怕遭报应吗？小贱人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敢在侯府知会？住手！你放开我！原想说沈西堂就是在这里被诬陷偷了东西，不仅被当众羞辱，还把他唯一的丫鬟易如给打死。不行，我不能这么任人宰割。住手！现在侯爷还未曾给我放弃书，你们胆敢以下犯上？不过是个弃妇，还敢在侯府摆架子？你这般阻拦，一定是心里有鬼。把他的衣服给我扒光，好好搜。不敢，谁敢碰我？今天我非得把你这个小贱人的衣服扒光不可！小姐，奴婢拦着他们，你快走吧！小贱人，我扒光你的衣服！住手！我来晚了。不晚，是不是赶上了吗？说，是谁指使你们的？
慕云舒，你解释一下，为何你房里的下人在欺负我夫人？侯爷，是我裴家守拙突然不见了，我只是让下人清点一下她的东西。毕竟她是小门小户的山谷之女，万一手脚不干净……放肆！你区区县令家的庶女，也配妄议侯府主母？只要我还未曾给沈西堂放妻书，那她就是我的正妻。来人，是。把所有人都给我拖下去，杖责50，以儆效尤。是。少夫人救我！少夫人，侯爷饶命啊！侯爷饶命啊！一如，母亲，沈家的聘礼就不收回了，就当做给沈西堂的补偿。还有，对外就宣称是我在战场上伤了身体，不想误人韶华。星夜，你这么说，是想让咱们侯府绝后啊？我意已决，就这么定了吧。想不到他还挺会维护我的名声，是队友没白处。好你个沈西堂，竟然屡屡破坏我的计划，我绝对不能让他再回来。叔叔将这些东西交给沈家二房，告诉他沈西堂已被侯府扫地出门，务必要他有去无回。哎呀，这西堂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西堂，来。哎呀，西堂，阿娘对不起你，当初就不应该听你二姨娘的话，叫你嫁去侯府冲喜。阿娘，没事了。西堂，不怕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永远都是娘的宝贝。走，跟娘回家。哎呦！哟，这不是我们家大小姐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侯爷呢？看着嚣张跋扈的样子，应该就是原主父亲宠爱的小妾孟氏。就是她，仗着宠爱苛待原主的母亲不说，还把我贱卖给侯府冲喜。是时候让她长长记性。二姨娘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哪有人刚嫁过去第2天就回娘家的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沈西堂，你该不会是被侯爷给休了吧？二姨娘，恐怕要让你失望。让开！死丫头，你装什么呢？现在谁不知道你是侯府的妻妇啊？住口！孟氏，你如此大呼小叫，是想人尽皆知，然后害死西堂吗？是你的好女儿好不容易嫁进侯府啊，第2天就被人退货，丢尽了我们沈家的脸面，现在还好意思回来？我要是你呀，早就没脸活了。二姨娘，脸面这种稀罕东西，你真有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，若你觉得丢脸，就去死啊！你个小贱蹄子，别以为我听不懂你夹枪带棍的。今天有我在，就绝不会让你这丢人现眼的东西踏进沈家半步。你再乱说话，我就撕了你的嘴！你竟敢打我！打你怎么了？我是正妻嫡女，教训妾室天经地义。就算父亲常年不在家，也轮不到你在我们母女面前蹬鼻子上脸。孟氏，你本是我阿娘的陪嫁丫鬟，若不是我阿娘可怜你，怎么会给你机会爬上父亲的床上当小妾？这些年你更是借着帮沈家管账的名义，中饱私囊，克扣我们母女的月钱。如今连侯府给我的聘礼你也要收进去，是不是真以为自己是当家的了？早就听闻这沈家宠妾灭妻，没想到连嫡女聘礼都敢侵吞，这孟氏真是太不要脸了！这种毒妇，现在还想把长房母女赶出家门，真是厚颜无耻！沈西堂，你休要信口雌黄，没有证据就胡乱攀咬！来人，大夫人和沈西堂犯了凤病，胡言乱语，捆了弄回家！我看谁敢！你们的卖身契全在我阿娘手里，她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。二姨娘，你不是要证据吗？说我把账本找出来，你敢桩桩件件跟我对清楚吗？若真有账本，我就跟你对。那账本被我藏在了后院废井的砖层里，除了我本人，谁都想不到那里。来人，给我去院里的枯井里搜，每块砖都不要放过。谁最先找到，我重重有赏。
他怎么知道？小姐，账簿都在这里了。还好这段情节早，认真听过，有印象。二姨娘，你不是要证据吗？咱们今天就把这账桩桩件件算清楚，连本带利。哎呀，西堂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做这么绝吧？亲兄弟还得明算账。二姨娘这是想要赖账？是谁要赖账？本官接到侯爷报案，说这里有人聚众闹事，可否属实？穆星夜报的，他倒是算得准。大人，民女要告孟氏将侯府送来的聘礼悉数侵吞。好，这个案子本官受理了。大人，我没有啊，明明是我们家大夫人身子不好，长女年幼不懂内宅事务，我只是帮忙暂时打理罢了。那还请二姨娘将聘礼如数归还，我自会打理。大人，我愿意归还，只是我手里只有这些，实在没有别的钱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是那种无情无义之人，只要二姨娘给我写个欠条，并保证在还清之前再也不踏入沈府，我就允许你日后慢慢还。沈西堂，你做人不要太过分。二姨娘也可以不还，只是大人，敢问按我朝律法，若欠款不还是什么后果？处以杖刑，严重者下狱，或者充劳役。别，我写。侯爷，夫人已顺利将孟氏赶出沈府。不愧是他。不过慕云舒应该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。你即刻侯爷，西堂，娘亲特地给你做的你爱吃的桂花糕，快尝尝。谢谢娘亲。哎，我的女儿这么好，是那侯府没福气。娘亲，你不要在意嘛，说我能一直陪着你，不也挺好的吗？也是，大不了我养你一辈子，到时候再花重金给你找个乖巧伶俐的上门女婿，你指东他绝不敢往西。这阮氏对原主也是真的爱护，我要是他亲女儿就好。小姐，不好了！宁远侯府传出消息，侯爷又昏迷了。什么？不对啊，穆星夜怎么突然就毒发了？难道是穆锦州他们提前下手了？不能再等了。一如，立刻帮我准备几样东西。我记得原文里穆锦州提到过，穆星夜醒来的秘密就藏在这里，但具体是什么？是脉象？难道是中毒？还好我本科主修的是药理学。来吧，强者从不抱怨环境。最后一味药是大侠饶命！完了，我不会就交代在这儿了吧？穆星夜，怎么是你啊？你不是……我不是应该毒发昏迷啊？放心吧，那都是装的。你装的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就是故意装的重病昏迷啊！这几日你不在侯府，我是担心他们早晚要对我动手，与其坐以待毙，还不如将计就计。这不都是沈姐教的好？嗨，不过这桩病使得十分妙。家里……你放心吧，我让西风在家替我躺着呢，出不了什么大事儿。星夜，哎呦，怎么还把门锁上了呢？
快来人，把门打开！不行，侯爷还没回来，得赶紧把他们打发走。来人呐，把门打开！老夫人，侯爷刚服下药休息，这会儿不方便见人，你们先请回吧。你在搞什么呢？在研究救你命的解药，还差1味药就研究出来了。要不是你刚刚砰的一下破门而入，我早就……哎，算了算了。看来他是真心想帮我。虽然现在家里有西风顶着，但你还是快回去吧，免得起了疑心。放心，只有我顶着，我不会抛下你不管的。相信我。好。岂有此理！我专门请神医来给星夜诊治的，你休要耽误时间。来人，去给我把门打开！侯爷还没回来，我快要拦不住了。祖母，让我来。神医，求求您快给他看看吧。大夫，怎么样了？回老夫人，施针后理应无碍，可是为何昏迷不醒？在下也是毫无头绪啊。这难不成真是因为我让他冲洗的沈西堂李府，才导致星夜的病情加重吧？又或者真如他所说，星夜真是因为中毒才昏迷不醒的？这侯爷脉象快而有力，并非中毒迹象。哎呦！祖母别急，父亲身体虚弱，或许苏醒就是要比旁人慢一些。等蜡烛一点，不出片刻，穆星夜就会自然醒来。到那时，侯爷中毒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，老夫人也不会再信那沈西堂是什么福星了。是啊，祖母，既然神医都说了没事，咱们不妨先等等看。若明日父亲还是不行，再去请他也不迟。倘若真的是因为我赶走那个福星，才害了星夜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要不还是……启禀老夫人，沈家派丫鬟登门讨要放七叔，是先把人迎进来，还是……这绝不能让这个老太婆心软。祖母，沈西堂那日走的那般决然，今日一大早便让沈家登门讨要放七叔，可见他根本就不关心父亲的安危，更没把父亲放在心上。若叫他知道父亲再次昏迷不醒，还不知会生出什么心思来。祖母，父亲如今昏迷不醒，定是无法执笔。可那沈家竟如此迫不及待，我看不如就让孙儿替父亲写一封放弃书，将他们打发了如何？只要放弃书一给，他沈西堂就跟侯府再也没有关系。到时候侯府还不是我和穆锦州说了算？可是，祖母别犹豫了，我这就将他们去打发了。慢着，慢着，放弃书的事先暂且放一放，等星夜醒来再说。你把沈家那边应付一下。祖母，可是父亲刚一昏迷，沈家就来要放七叔，这一切是否太过蹊跷了？够了，这个家是我做主还是你们做主？一切等你父亲醒来再说。你就按我说的去办。是。原来是他。小姐，宁远侯昏迷不醒，侯府的人又没死绝，凭什么不给我们放弃书？还想敷衍了事打发我，他们简直欺人太甚！来来，没事没事，你先喝杯茶，消消气。今日不行，不是还有明日吗？不给就对了。要真把放弃书要回来，我接下来的戏还怎么唱？不过穆星夜装病这招以退为进，还挺高明，既躲过了侯府的暗算，还能拖住他们不与我和离。小姐，没拿到休书，你怎么好像还挺高兴的？因为我琢磨出来最后那味药是什么了，是麒麟结。麒麟结那是什么？是能让侯府来跪求我回去的东西。等着吧，马上就有好戏看。儿子，
这可怎么办呢？祖母，星爷现在还没有醒，我们得赶快去把沈西堂请回来呀！明明已经用过解药，可穆星夜居然还没醒，这怎么可能？罢了罢了，你们不愿意去，我这把老骨头，我自己去请他回来。祖母，我这就跟您去。老夫人，我们沈家已与你们侯府没有半点关系。若你们仅仅是来送放妻书的，我就在此收下；其余的，恕我不便招待了。亲家，你弃我们侯府亏待西堂，我能理解。我这次是专程来接西堂回府的。祖母，既然他不识抬举，那咱们就回去吧。哎，西堂，是母亲错了。今日只要你愿意跟我回府，日后侯府就你掌家，府上所有的事就由你说了算。老夫人，沈家本就小门小户，我一介商贾之女，身卑位贱，实在难堪大人，还请老夫人莫要再为难我。来人，送客。等等，沈西堂，星夜待你不薄，他现在还昏迷不醒，也只有你才能救他。我知道，让你被二房赶出门是我的不对，可你就当是为了星夜，你回去看看他吧。祖母，您都这样低声下气的求他了，他还如此推三阻四，您又何必跟他浪费时间？我看根本就是他没有本事救父亲。我们走。谁说我救不了穆星夜？西堂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心善的好孩子。到底有什么法子？只要能救星夜，我全听你的。说真想让我去也可以。慕云舒要给我道歉，并且跪下来求我。沈西堂，你说什么梦话？让我跪下来求你？云舒，为了星夜和咱们侯府，你就委屈一下。祖母，您就这么相信他吗？云舒，当初西堂李府闹得这般不愉快，原本就是你有错在先。况且此事是为了星夜，给他认个错又怎么了？可是祖母，就算我给沈西堂磕头认错，他也未必能救得醒父亲。毕竟连神医都束手无策，我看分明就是他在刻意为难我。爱信不信，反正现在只有我能让侯爷醒来。若是耽误久了，怕是我也无力回天。既然你不愿意，那我就不奉陪了。别，云舒，你快赶紧给西堂跪下磕个头吧！你是咱侯府的孙媳，难道你就愿意看你父亲再也醒不过来吗？这个贱人！那我丑话说在前，若是沈西堂真能救醒父亲，那我便跪了；若是胆敢骗我，今日之辱，我定要你们沈家满门偿还。没问题。对不起，主母，之前都是云舒的错，还请您高抬贵手，与我们一同回府吧。西堂，现在你可以跟我回去了吧？且慢，当初你们是怎么把我女儿抬进侯府的，今日就怎么把她请回去，否则休想叫我放人。母亲，好，就按照亲家的意思办。来人，备轿。How are you? I'm fine. 折腾这么一大通，我倒要看看你如何把穆星夜救醒。
现在可以把救侯爷的解药交出来了吧？你可别忘了，刚刚你跟我们承诺过什么？是呀，喜棠，你快救救星夜吧！你过来，你去按照这个药方去给侯爷抓药。这是怎么？你为何如此震惊？难道你曾看过这个药方？是这上面的字，细看虽与我朝文字相似，但却各有不同。我实在是看不懂啊。这反应滴水不漏，还真让人看不出它是真的还是装的。让我看看。这或许就是天机不可泄露吧。既然如此，我亲自去给侯爷抓药。哎，喜棠，这药能解了星夜身上的毒吗？慢着，祖母，父亲现在本就身体虚弱，而这药方又来历不明，万一胡乱服药害了父亲怎么办？是啊，还是请人验一下吧。我这就去。等等。若是这药有毒，第一个毒死的便是我。这下你们放心了吧？我的解药都没能让侯爷醒过来，我就不相信你可以。沈西棠，你就等死吧！喜棠，星夜怎么还不醒来呀？哎呦，怎么会这样？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，快来人呐！去叫大夫，去叫大夫啊！沈西棠，你还说你没想害父亲，那这又是怎么回事？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我抓起来！沈西棠，亏我这么信任你，你竟然对星夜下如此毒手！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拼了！母亲，我……你今天就是说破了天，也死罪难逃！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是。走。母亲，星夜，你醒了！侯爷，星夜。又是你救了我，喜棠，我对不住你，你又救了星夜的命，我还差点恩将仇报。母亲也是爱子心切，现在知道我所说之话不是空穴来风了吧？只是侯爷身上的毒究竟是从何而来，此事必须详查。确实，传我的命令，全府彻查侯爷中毒之事。若查出是何人下毒，必不轻饶。是。喜棠，日后就留在侯府，不要再走了，好不好？这个贱人，竟然又让他留了下来。这解药的配方唯有我知道，他到底是从哪儿知道的？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来头。哎，我跟你说。那穆锦州真是滴水不漏，我又试探了他一次，还是不知道他是不是穿的。哎，你刚恢复，身体还虚弱，少吃点肉。我那都是装的，躺了这么多天，吃点好的不行吗？更何况我服了你特地给我制的解药之后，现在身体好多了。哎，话说回来，这解药也没经过专业验证，我就直接给你喝了，你就这么信任我？你给的，肯定没问题。哎，那这么多天了，你就没想过我抛弃你，一走了之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完全相信你。你为了给我研制解药，自请出府，受尽委屈，回来以后还要被外事刁难，这些我都清楚。没想到他看起来冷冷的，
实际上还挺暖心的。不过你放心，过几日在家宴上，我一定帮你找回肠子，堵住他们的嘴。太好了，那这些就都靠你了。放心，不过这话说回来嘛，现在我在老夫人面前已经揭穿了有人给我下毒的事，这穆锦州跟穆云舒应该不会就这么快轻举妄动。你说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占了上风？不，现在这只是开始，我们的敌人不止那一个。你的意思是，还有二房？现在我们腹背受敌，必须想办法让他们斗起来才行。什么？你要我暂时替你打理侯府？我刚入侯府，熟悉大小事务还需要时间。近日又要举办家宴，无暇兼顾，实在倍感吃力。二姨娘为人可靠，又心细如发，我便想着请您来帮忙。如此也好，这事儿我允了。西堂，你放心，打理家中事务我最是擅长，绝对井井有条。就等着看你和慕云舒斗起来了，二姨娘可千万别让我失望。来，喝酒。诸位，今日阖家团圆，庆祝儿星夜大病痊愈。恭喜恭喜！母亲，这次孩儿能醒来，多亏了西堂。若非他日夜照料，又没有醒，孩儿早已命丧黄泉了。是啊，多亏了西堂，不愧是我们侯府的福星。今日我要好好的赏他。是，母亲，与其给西堂恩赐，我更想亲自上书朝廷，给他进封诰命夫人。侯爷言重了，这是我的本分。可是，在我心里，你都值得。好，那就等星夜痊愈，我同你一起进宫，为西堂庆封。谢过母亲。这样下去，想要除掉穆星夜，夺权侯府之事，只怕是更加艰难。来，侯爷，尝尝这个。凑说啊，是啊，这是好业，咱们这家庭中是这件事。我先去后花园，一会儿回来。我已赴约，不知阁下何人，还请一见。你来了。是你？不知大公子深夜约我前来，所谓何事？这小子肯定没安好心。虽然平日在府中你是主母，但私下里我们都是同龄人。西堂，从你自请出府，我便对你颇为挂心。如今你回来，不知在父亲那儿过得可好？侯爷对我很好，若你找我只是为了客套这些，还是免了吧。别装了，不是真正的沈西堂，你到底是谁？难道是我上次的药方引起他怀疑了，所以他特意来试探我是不是穿的？大公子怕是喝多了，都开始说起胡话了。我不是沈西堂，还能是谁？是吗？可我看你最近的言行举止，完全不似之前那般柔顺懦弱，简直就像是换了一个人。看来是我最近动作太频繁，脱离原主设定，让他起了疑心，得想办法赶紧圆上才行。人总是会变的，况且我一女子在这深宅之中本就不易，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活下来罢了。听闻敌国戎狄有种异术，用真皮做成面具，附在细作脸上，亦可以假乱真。你说我揭开你的皮，
会不会看到你真正的脸？大公子，你别吓唬我了，我有些乏了，想先回去休息。不要再跟我演戏了，沈西堂。说你聪明便该明白，向我交代清楚才是明智之举。不然，等穆星夜死了，你想后悔都来不及了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真的是视角凌驾于所有人之上，站在最高层的穿越者？大公子，我们有话好好说。糟了，这猫的样子还真是独特呀。等等，他不认识，那就说明他不是船，只是在故意吓唬我。狗男人，看我怎么忽悠你！大公子，实不相瞒，我最近之所以变化这么大，是因为我能在梦中遇见未来。就因为这个，我有时候的言行举止都无法自控。你能预见未来？那最近可有看到什么？可能是天机难测，我所遇见之事都是一些小事，有时还很模糊，不知所云。比如我曾在梦中看到你与慕云舒将一根红蜡烛放到侯爷屋中。绝无此事。看来你的梦也不太准。还有什么？还有我梦见侯爷惨死，而你成了侯府继承人。只不过，你继续说。只不过慕云舒他想害你，让他自己的孩子当侯府的话事人，而且害死了你其他的孩子。一派胡言！莫非你不相信我所说的事？怎么会呢？我们都是真心为侯府的将来着想。如果你真的没有什么问题，那我们大可好好相处。那是当然，只不过今日我的秘密，还请大公子帮我保密。这是自然。孤男寡女深夜在后花园私会，贱人，竟敢背着我勾引穆锦州，我绝不会放过你的。大病初愈，少喝点。老爷，说刚才穆锦州母亲，祖母，老夫人，来人，在，快请太医。是。老夫人。汤里有毒，好在中毒不深，暂无性命之忧。西风，快把母亲送回房，让太医全力医治。是。你们其他人，统统给我留下，一个都不许走。我要彻查此事，严惩凶手。来人，在。父亲，要我说，这凶手要抓，可这操办家宴之人也要罚。沈西堂第一次举办家宴，就出了如此纰漏，按家法就该这个不查之罪。到底是西堂疏忽，还是有人故意陷害？等事情查清楚，再下定论也不迟。父亲这是有意徇私了。沈西堂她身为长家夫人，倘若不能以身作则，以后又如何能够服众？你这可真是冤枉我。长家对牌，我早已交给二姨娘，让她代劳长家。按你所说，该罚之人应该是二姨娘才对。侯爷，今日家宴确实是我张罗操办，可我从头到尾都是亲力亲为，从未有过半分懈怠。今日出了这档子事儿，一定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。哦，这么说，母亲喝的汤是你亲自准备的？没错，老夫人最爱喝菌菇汤，所以从采买到烹饪，我都亲自瞧过，绝无半分纰漏。启禀侯爷，方才我在后院看到此人鬼鬼祟祟想要逃走，便将其捉来了。是你？平日里我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如此害我？我没有，不是我干的，不是你干的，怎么都被抓到了还不肯承认吗？侯爷，这婆子嘴硬，依我看，
不如把他拖下去，严刑拷打。侯爷饶命！我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快说，是谁指使你干的？都是夫人指使我这么做的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何时指使你了？夫人，侯府待我恩重如山，即便你现在拿性命要挟我，我也是不敢再替你隐瞒了。沈西堂，居然是你！是啊，亏得父亲刚才还替你百般遮掩，祖母待你不薄，你怎能如此恩将仇报？慕云舒，你别信口雌黄。怎么被我说穿心虚了？你先是把掌家对牌交给二房，又指使婆子下手。沈西堂，你这招一石二鸟可真够狠的。放肆！再怎么说，西堂也是你母亲，你对她这是什么态度？父亲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存心偏袒吗？放心，我能处理。好啊，既然这样，我问问你，我为什么要指使你谋害老夫人？还能因为什么？当然是老夫人和二房夫人曾将你赶出侯府，让你丢尽脸面，你才怀恨在心，伺机报复。就因为这个？对，你听闻老夫人喜食菌菇汤，便找上老奴，让老奴故意在汤中混入有毒的菌子，要置老夫人于死地。你让二房夫人掌权，也是想让她替你背这个锅。夫人，收手吧，不要再继续做下去了。听到了吗？人证都已经这么说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好你个沈西堂，枉我还以为你是个好人，没想到你居然如此心狠手辣。父亲，他谋害祖母，罪大恶极，还请您秉公处理。慕云舒，你还真是迫不及待啊！我连话都没说完，你就急着给我定罪了？这婆子已经说得很清楚，还有什么话说？清楚吗？那我倒要问问你这个刁奴，我是在何时何地指使你做的这件事？说。夫人，难道您忘了吗？昨晚您在后花园见了老奴，还亲手把毒菌交给了我。昨夜，恐怕没人比侯爷更清楚昨夜我在哪里吧。父亲为人至孝，沈西堂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他替你撒谎，陷他于不义吗？放肆！贪污主母可是重罪，本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还不说实话吗？老奴所说千真万确，老奴没有说谎。不知好歹，昨晚整夜西堂都未踏出房门半步，满院的奴仆侍卫都可以作证。你这刁奴，欺上瞒下，捏造事实，用心实在歹毒。西风，把他给我关起来。是。侯爷，不要，侯爷，听我解释啊，侯爷。把他关进柴房，等他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想说实话了，再把他带来见我。是。侯爷饶命啊，侯爷，侯爷。怎么样，对本侯的处理有疑义吗？可以说出来。既然没有，那关于今日的风言风语，本侯今后不想听到一句。如果再知道有人对我夫人不敬，我穆星夜绝不饶的。是。走吧，我们去看看母亲。雕虫小技，还敢跟我斗？慕云舒，你再不知好歹，休怪我不客气。不好了，快来人呐！这柴房怎么会无端走水了？烧成这样，那婆子还在里面呢。那婆子恐怕活不了，可惜人证就这么没了。是啊，这下彻底死无对证了。你很希望她死吗？我恐怕让你失望了。出来吧。谁说老奴死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少夫人觉得老奴应该在哪儿？老奴没死，让少夫人很失望吧？你胡说什么？你是死是活与我何干？是吗？那就请少夫人听好了。夫人不是想知道是谁指使老奴谋害老夫人，又栽赃嫁祸给您吗？就是少夫人。竟然是你！早就知道你居心叵测，没想到竟然如此恶毒，还害我险些背黑锅。走，跟我去见老夫人。老夫人，
都是少夫人用老奴唯一的儿子胁迫我给老夫人你下毒，想要借此夺了夫人的掌家权。云舒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祖母，孙媳冤枉啊！这贱奴之前还说一切都是母亲所为，现在不知为何又突然把这脏水全都泼给了我。胡说！侯爷早就证明了沈西堂的清白。依我看，今晚突如其来的火就是你放的，为的就是杀人灭口。你，老夫人，慕云舒为了一己私利，不惜用您的性命来陷害他人，这种毒妇必须请家法严惩，绝不能放过。你有证据吗？就污蔑我，说不准是你陷害母亲不成，又放了把火，指使这贱奴一起把脏水泼到我身上。你胡说！真是狗咬狗的一场好戏。祖母，云舒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愿意亲自跟着刁奴一起前去刑部报案，让他们查个水落石出，还孙媳一个清白。穆锦州的好友就在刑部，只要他们肯去，到时我自有办法让这事死无对证。少夫人，你这是把我往死里逼呀！老奴在此对天起誓，今日所说皆无半句虚言，老奴愿以死明志。慕云舒，这婆子也没冤枉你啊，你还不认罪？悬死灭活谁不会？祖母，毒君子的事真的与孙媳无关。若祖母不信，孙媳也愿意以死明志。来人，快去喊大夫！看着都疼。没想到这慕云舒还挺豁得出去。这孩子怎么还真的想不开了呢？真是作孽呀！西堂，事情闹成这样，要不就算了吧。母亲仁慈，那就依母亲所言。只是若日后再有此类事情发生，儿媳绝不心慈手软。行了，今日你也太冒进了些，现在对二姨娘出手，以后被针对可怎么办？我那是针对二姨娘吗？我就是看不惯沈西堂那个贱人。怎么，你心疼了？我心疼他做什么？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，父亲现在摆明维护他，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不要出手。你怎么就不听呢？不试试你怎么知道行不行？穆锦州，到底是你爹在乎他，还是你在乎他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简直不可理喻！穆锦州，沈西堂，你这个贱人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我吃的苦，受的罪，一定要你加倍还回。你这把火烧的可真是妙啊！只可惜慕云舒也是个狠人，为了能脱罪，居然敢搏命。那又如何？这次他跟二姨娘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，咱们呢就看着他们斗，咱们坐收渔翁之利就行。哎呦，沈姐牛啊！侯爷，老夫人今日身子好转了些，想叫您现在过去说说话。好，夫人，那我先去看看。夫人，求求你救救奴婢吧！你是何人？奴婢是大少爷房里的丫头巧儿。是他？这可是个重要角色，没想到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。说吧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夫人，奴婢是大公子的通房丫头，眼下奴婢怀了大公子的骨肉，少夫人她却要把奴婢卖到延华柳巷。听闻夫人最为心善，求您救救奴婢吧，不然奴婢只有死路一条了。我记得在原剧情里，原主嫁给穆锦州的时候，这巧儿就有了身孕。穆云舒知道后，便设计巧儿流产，还把此事栽赃到了原主身上，让原主落了个毒妇的名声。难道
难道夫人要见死不救吗？我怀的可是大公子的骨肉啊！你先起来吧。谢夫人。若想让我帮你也可以，不过你要对我说实话。奴婢不敢欺瞒夫人，若是夫人愿意救奴婢，奴婢日后愿为夫人所用。可你能来找我，也绝非巧合。说，来见我之前还见过谁？奴婢见了二房夫人，是她让我来寻您。她说您最是心善，只要在您面前哭得凄惨一些，您定不会见死不救的。看来这二姨娘不仅要和穆锦州和穆云舒斗，也想拉我下水。果然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穆锦州可知道你有身孕的事儿？奴婢也是刚知道，还没来得及告诉大公子，就被少夫人察觉了。夫人，求您救救奴婢吧。那你跟我说，你是想保全自己的性命，还是想连你腹中的孩子一并保全？奴婢求夫人帮奴婢保全腹中的孩子。果然跟原文里一样，是个野心勃勃的主，可就是这样的人才堪大用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不仅可以保住你性命，还可以让你母凭子贵。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就是要对我忠心耿耿。夫人放心，奴婢母子的命是夫人救的，日后为夫人赴汤蹈火，奴婢在所不辞。孙喜给祖母请安，祖母身子可好些了？好多了，怎么看上去你倒是有些憔悴了？孙喜委屈，还请祖母给孙喜做主啊！大夫说我前日伤了身子，得了血虚之症，需要用燕窝温养才行。没想到二姨娘却以要节省侯府开支为由，停了我的燕窝。我现在身子越来越虚弱，这实在是要孙喜的命啊！哎呀，竟然有这样的事情！你先别着急啊。儿媳给母亲请安。喜堂，你来的正好。云舒她……母亲，云舒的事儿我刚刚都听到了，我自会为她主持公道。只是现在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处理。还有什么事？见过老夫人。穆云舒，这丫头可是你房里的人？这丫头确实是我屋里的丫头，她之前犯了些错，被我发卖了。穆云舒，你明知道这丫头有了身孕，因为嫉妒就叫人将她送到烟花之地，你这是要害死侯府的血脉吗？什么？孩子？穆云舒，你知道你这样做，回头传出去，别人会怎么看我们侯府？怎么看侯爷？你这不是在打我们的脸吗？都是孙喜一时糊涂，这才做下错事，还请祖母宽恕。宽恕？你说的倒轻巧，这可是我们侯府的血脉呀！母亲息怒，年轻人到底气盛了些。他得知巧儿有孕，心里有气也能理解。幸好二姨娘及时救下，才没酿成大祸。既然云舒都认错了，母亲您就宽恕他这一次吧。我就说他怎么会知道，原来都是二姨娘搞的鬼。母亲，既然巧儿有孕在身，那名分的事儿就不能马虎。依我看，不如将她抬成姨娘吧。祖母，此事万万不可。巧儿出身低微，怎配抬成姨娘？况且此事还需与夫君商议啊。祖母，这是发生了何事啊？锦州，恭喜你啊，好大儿要喜当爹了。什么？巧儿，你有孕了？太好了，我竟然这么快就有了孩子。难道沈西堂之前说他能梦见未来，这些都是准的？锦州，我跟母亲刚刚商议过了，既然巧儿有身孕，那名分的事儿不能马虎，不如把她抬为姨娘吧。你怎么看？夫君，还是祖母和母亲思虑周全。就依你们所言，孩儿
一定会好好照顾巧儿腹中骨肉的。可是夫君，巧儿身份地位……那又如何？她既然怀了我的骨肉，就是侯府的功臣，论功行赏，有何不可？这话说的不错，人你就带回去吧，好生照顾着。这丫头就抬成姨娘吧。谢过老夫人。好疼！云舒，云舒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少夫人已有2月身孕，但急火攻心，导致小产。您身体本就虚亏，此番伤身，怕是日后再难有孕。怎么可能？啊！你们是骗我的，是不是？我的孩子怎么会就这么没了？怎么可能？云舒，我的孩子，你先别激动，大夫说了，你需要静养。我的孩子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血燕，你先喝一口，什么都别想，先调理身子。我不喝！你在这装什么好人？我的孩子没了，你就是来看我笑话的，是不是？慕云舒，你真想多了，我来只是担心你。你好歹也是个独立的人，为了个男人闹成这样，真的值吗？我不想听这些，滚！给我滚！你是去找慕云舒了？她小产没了孩子，我本来想安慰她，没想到适得其反。谁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，你也别太自责，又不是你的错。她也挺可怜的，不如我们将她拉拢过来吧。我真的不想跟她再斗下去了。不行，慕云舒这丫头心性歹毒，我们要是真把她拉拢来了，还得防着她是不是演戏背刺，鸡肋得很。不行，我还得再跟她谈谈，毕竟大家都只是想活下去嘛。夫人，少夫人和巧儿姑娘吵起来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少夫人，都是奴婢的错，千不该万不该怀了大公子的孩子，奴婢愿拿掉这个孩子离府而去，只求少夫人息怒，千万不要气坏了自己的身子。贱婢，说的倒是好听，真不想要这孩子，你怎么不去死？非得在我面前挺着肚子晃来晃去，看你就是想提醒我再难有孕，就是想气死我！住手！你没事吧？慕云舒，你要怪就怪我，巧儿肚子里的孩子可是无辜的。那我呢？我肚子里的孩子就不无辜吗？少夫人、大公子，你们别吵了，都怪我。贱婢，装什么装？穆锦州，你竟然打我！你竟然为了这个贱人打我！我打你怎么了？你作为正室如此善妒，倘若今天巧儿肚子里的孩子再出什么问题，我要你陪葬。没事吧？怎么会这样？你是来看我笑话？慕云舒，你好歹也是个穿书的现代人，就算他是主角，你为了一个纸片人把自己弄成这样，图啥？你在说什么？我累了，我摊牌了。原来你也是，难怪我总是会输给你。你怎么来了？怕你出事，担心。难道你也是？所以你们两个跟我一样，也都是穿来的。没错，
也穿来有些日子了。如此，为何现在才摊牌？因为为了大家都能活下来，这样就不用斗得你死我活了。毕竟大家都是现代人。是吗？如果真是这样，为何一开始不告诉我？现在跑来惺惺作态给谁看？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告诉你，你会立刻选择合作吗？恐怕会视我们为变数，欲除之而后快吧。我只是想风风光光的活到最后，你不是也一样吗？没错。哎，不过现在我更想大家一起活到最后了。哎，俗话说这个穿书人不为难穿书人。够了，别在这装圣母。你们嘴上说的好听，实际上就是想看我出丑。沈西堂，我告诉你，想合作不可能。不是夫人说，我真的没。算了算了，既然他冥顽不灵，那就由他好了。人性本就自私，不能轻易改变，更何况是已经设定好人设的纸片人呢？你该说的也说了，已经尽力了。那你也自私吗？我当然也不例外，但我可以违背天性，为了你。听说了吗？外面都传开了，说夫人嫁给咱们侯爷的时候也是不洁之身。什么？竟还有这回事啊！我还听闻夫人早就把青白身子给了青梅竹马，那时候年轻，一时情不自禁也是有的。你们在这儿乱说什么呢？我家小姐清清白白，岂容你们这般造谣生事？我今日非撕烂你们的嘴不可！二房，这刘妈妈不是你房里头的人吗？那怎么还跟西堂屋里的丫头打起来了？刘妈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主子，奴婢冤枉啊！都是引入这个死丫头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上来就打我们。夫人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分明就是他们造谣，诬夫人清白，我气不过才教训他们的。污蔑夫人清白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回主子，如今外面都传开了，说夫人嫁入侯府前已是不洁之身。你说什么？不是的，老夫人，夫人行事坦荡，从未有过逾矩之举，还请老夫人明察，还她清白。可是苍蝇不叮无缝蛋，若没点蛛丝马迹，哪里来的这些流言蜚语？快去请西堂过来一趟，事关侯府的声誉，我要当面问清楚。沈西堂，这次我要你身败名裂，万劫不复。没想到好端端的竟然出了这种谣言，家里的原书里也没这事儿啊。此事在老夫人面前自证不难，但如果让外人都相信，恐怕很难啊。来人，把这贱人给我拿下！不洁之身还敢嫁入侯府，简直找死！慢着，二姨娘说我入府前已是不洁之身，可有证据？你的丑事现在传得沸沸扬扬，府内人尽皆知，还要什么证据？那就是没有了。3岁小儿都知流言不可信，二姨娘，你作为一个长辈，这点道理都不懂啊！贱人，你还敢嘴硬！你敢还手？我可是你的长辈！二姨娘是非不明，算什么长辈？老夫人，我与星夜同房，有原怕为证。二姨娘是忘了？谁知道那是不是你作假？有没有作假，星夜不知道吗？你此事事关侯府名誉，还请老夫人问过星夜。星夜平日对你宠爱有加，又那么护短，谁知他会不会？没有男人会心甘情愿戴绿帽子吧？二姨娘也说了，她对我宠爱有加。若是我真的是不洁之身，怎会如此对我？你果真是伶牙俐齿，巧舌如簧。我看你是想妄图就此蒙混过关。刘妈妈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！像他这样不知廉耻的货色，就该游街示众，进猪笼。是你敢？走！住手！
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对我夫人动手？星夜，我们也是为你好。沈西堂婚前失贞，府内现在谣言四起，整个侯府都因此沦为笑柄，实在是不处置不行啊！住口！怎么，你现在还要护着他吗？母亲，这是我们当日同房的原帕，您见过的，您忘了吗？不是，只是娘亲怕。母亲，您还是不放心儿子吗？哎，你这孩子也真是的。这么说来，我们还委屈了西堂了。传我话下去，日后谁若敢在侯府乱嚼舌根，立刻发卖，绝不轻饶。二姨娘，你也应当给西堂道歉。你若不愿，那你儿子去国子监的举荐信就……西堂，实在对不住，我也是为了侯府的颜面着想，你可千万别跟我计较。母亲，我与西堂成婚之时，人还未醒，到底委屈了他。如今我身体恢复，不如趁机摆上3天的流水席，大宴宾客，让旁人也知道，她就是我穆星夜明媒正娶的妻子。这招高明，什么都不用说就堵住了外面人的嘴，一劳永逸。这不妥吧？有何不妥？我已经命人写好了请帖，就明日开始。好，就照你说的办。我们可不能委屈了西堂啊！好你个穆星夜，又让沈西堂逃过一劫。少夫人息怒，连杯茶都泡不好，那就给我跪在这瓷片上，好好反省。住手！快起来！大公子，穆云舒，你又在干什么好事？我作为正妻，教他些规矩，有什么问题？有你这样教规矩的吗？在巧儿的孩子出生前，你最好给我老实点。若巧儿真有个3长2短，我就休了你。走。傅锦州，你会后悔的。见过祖母，你们也快拜见老夫人。拜见老夫人。云舒，这些都是我特意给夫君寻来的美妾。既然我已难再有孕，那也该尽到孙媳的本分，为侯府开枝散叶。你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，那便都领下去养着吧。都下去吧。是。云舒替夫君谢过祖母。哎呀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祖母，有件事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先退下吧。是。母亲已嫁来多日了，这肚子也没个动静，莫非这2人尚未圆房？胡说！那喜帕我都亲眼见过，这还有假？若是真要造假，也容易得很，只需要划破手指，抹上滴几滴血就是了。你也知道，父亲一向是护着母亲。你二姨娘也曾这么说过。可是哪个男人愿意主动为自己戴绿帽子的？父亲痴心一片，有些事情很难说的。不过等父亲身体康复后，恐怕很快又要上战场，也不知祖母何时才能抱上孙儿。即便呀，我再想抱孙子，那这种事也勉强不来呀。我这倒是有个法子，能让祖母尽快抱上乖孙子。什么法子？我跟你说啊，只要他这样就可以。好吧，等着吧，沈西堂，好戏就要开场了。方才母亲让我喝的汤药，是不是有问题？老夫人也是为了侯爷好嘛。夫人，侯爷身体不适，您快出来迎一迎啊！穆星夜，你怎么了？我好热，好烫。
穆心夜，穆心夜，穆心夜，你做什么？穆心夜，你做什么？对不起，一定是方才跟母亲进晚膳的时候给我喝的汤有问题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扶你进屋。别碰我！穆心夜，西风，你去拿些冰块来。夫人，侯爷这是怎么了？他体内的毒被催发，之前的药方怕是要压不住了。夫人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我想单独陪侯爷一会儿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穆心夜。西堂，若我这次真的挺不下去，这个护符能保护你。你说过你要好好保护我，你就要给我好好活着。别哭。心夜，你愿意相信我吗？当然。心夜，这次我也没有把握，但生死一线间，你愿意试一试吗？我都快死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你不开口，我就当你同意了。什么？父亲马上就要死了？没错，连老夫人请来的太医都束手无策，让他准备后事呢。太好了，母亲也没有子嗣，我熬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熬出来了。我现在就去看看，顺便再装装孝子。等下，装孝子不急，当务之急是去找老夫人。咱们得赶在2房前头拿到侯府的继承权。有道理，还是你考虑的周全。云舒，我知你这段时间过得不易，你这么聪慧，我保证，等我继承了侯府，就将巧儿的孩子过继到你膝下。你若不喜巧儿，我就将她休掉。第一次用这针法，我尽力了，剩下的只能看你的命。清脉仍在逆行，果然还是不行吗？小姐，您还好吗？侯爷醒了吗？他会醒来的。小姐，您已经守1夜了，奴婢去给您打盆热水，洗洗脸吧。好。你又把我从鬼门关里救回来了，你说我要怎么感谢你？你终于醒来了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这该怎么办。我又让你担心了。快让我看看。经脉平稳，红痕也消失了，看来这次你是真的没事了。谢谢你。别拦着我，我要见星夜。姐姐呀，你见了也是徒增伤心。侯爷，侯爷，你怎么还不醒啊？星夜，小脑瓜转的还挺快，看来他是想借机演一出假死。
把那些想要害我的人都揪出来。侯爷，星夜，都是母亲对不住你。既然事情已成定局，老夫人还是节哀顺变的好，莫要再伤了身子。毕竟侯府还得靠您撑着。母亲，星爷在天有灵，也希望您好好的。星夜，母亲，生气要滚开！你这个丧门星，星爷明明好好的，我看就是你克死他的。你胡说！二姨娘，我什么都没做。长房后继无人已是事实，老夫人逝者已逝，但侯府总得有人支撑起来。依我看，依你看如何？二姨娘，我丈夫还活着，你怎能说长房后继无人？在这儿，最没资格说话的就是你。穆锦州虽然冠了我们穆家的姓，可说到底，他也是个外人。我们穆家的家事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插嘴。我儿年纪尚可，不如我就将他过继到老夫人名下，如何？这不妥吧？毕竟侯爷尸骨未寒，你们就这么着急吗？你懂什么？侯府不可一日无主。老夫人，你说对吧？那也轮不到你们。祖母，看看我们。该死的是我呀！祖母，老夫人，祖母，母亲，来人呐！老夫人，侯爷，侯爷已逝，老夫人也无法主事。你们快去将族老请来，开祠堂。开祠堂？二姨娘，你要做什么？自是要将我儿过继到老夫人名下。是。滚开，让我们进去！今日除了族老，谁都别想进去。我父亲才死，你就想翻了天吗？我看你就是狼子野心，觊觎侯府的财产。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再说了，这是我们穆家的祠堂，你们两个外人也配进？不行，得想办法阻止，不然这一切可都是二房的了。祖母，祖母，祖母，你快醒醒啊！你得赶紧跟我去祠堂阻止二房过继。祖母，祖母，你终于醒了，快跟我走。西堂人呢？他还在父亲房里陪着父亲呢。你快跟我去祠堂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既然是给祖母过继此嗣，难道不用先问问他的意见吗？哼，等老夫人醒了再说吧。请族谱。我儿就要继承侯府了。住手！让开！祖母绝对不会答应这件事的。让开！祖母，祖母。星夜，我的儿！祖母，我求你清醒一点！祖母，祖母，滚开！把这个扰乱祠堂的狂徒给我拿下！是。放开我！祖母不点头。谁也不能把孩子过继到他名下！胡闹！我们穆家的家事，岂容你一个外人指挥？云舒回来了，定是将老夫人唤醒了。老夫人醒了，等她来了，我看你怎么跟她交代。什么？老夫人醒了？怎么回事？老夫人呢？老夫人，她是先疯了。真是天助我也！张妈妈，怎么会这样？放开我！既然你们两个不死心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着我儿过继，之后我再定你们一个忤逆不孝之罪。二姨娘，你这样擅作主张，就不怕祖母知道后大发雷霆吗？等她醒后，知道你的所作所为，定会严惩不贷。老夫人现在神志不清，她醒还不一定什么时候呢。侯府现在我是长辈，
你们两个只能听我的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能写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要！放开我！我说写！放开我！不能写！住手！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穆星夜，怎么是你？你不是死了吗？今日可真是热闹了，连祖宗都给惊动了。父亲无恙，实乃万幸。儿臣彻夜为父祈祷，看来确实有效。你倒是个孝顺的，我看抢着继承侯府的时候，你比谁都积极。若非母亲哭得惊天动地，大家也不至于误会。如今父亲醒的正是时候，二姨娘他们以为父亲去世，非要把自己的儿子过继到祖母名下，好继承侯府的爵位。是啊，父亲，他们开了祠堂，正要改族谱，幸好父亲来得及时，否则就让他们得逞了。是这样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们是在为你祈福呢。星夜，你没事就好，吓死你二姨娘了。幸得星夜安然无恙，既无我事，那便先行告退了。等等，二姨娘，你当真没想过趁我不在篡权好位吗？我当然没有，我敢对着祖宗发誓，绝对没有这个心思。我的所作所为，真的全都是为了侯府好啊！好，那你现在就发誓，若有半句虚言，来日绝嗣的就是你二房这一脉。二姨娘，你怎么脸色突然变得这么难看？可否是身体不适？他哪里是身体不适，分明就是做贼心虚。你们，我好歹也是你们的长辈，你们怎敢如此对我不敬？你们别忘了，当年老侯爷科举高中，靠的还是我家，没有我就没有侯府的今天。是吗？多亏了他们，让我看到了今日这出好戏。星夜，母亲对不起你，母亲对不起你，母亲。老夫人似乎是受了刺激发了异常，让我来试试吧。星夜，老夫人，喜堂，母亲，我还活着。星夜，我的儿啊！老夫人，不是你看到的那样。当时您伤心欲绝，神志不清，侯府还一摊子事儿等着，我也是迫于无奈呀。说来说去，我还不都是为了侯府好？你背着我开祠堂，妄图篡改族谱，竟还有脸狡辩！来人，把他安置在城外老宅，静心思过。求你看在老侯爷的面子上饶了我吧！幸好我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。还有你，就是你在我耳边嚼舌头根子，想出这个歪招，你差点害死我儿。祖母，我也没想到，我也是听到二房那边的下人私下议论，说父亲和母亲尚未圆房才，也是怪我嘴碎。那日我看祖母是在想抱孙儿才提议的。是啊，祖母饶了云舒吧，他也是被二房的人蒙蔽了。再说，今日出了这么大乱子，都是因为母亲没有及时派人通知一声。喜堂要照顾星夜，若没有他，我们母子俩他命都没了。侯爷，有些话不是当讲不当讲。夫人请讲。不知侯爷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，从错嫁开始，就是一场有意针对侯府的阴谋。自古富贵迷人眼，试问这泼天的富贵，谁不想要呢？母亲怎的又旧事重提？当日错嫁只不过就是府里的下人出了纰漏，都已经责罚过了。你见过哪家的下人这般不长心，能在给侯爷冲喜这种大日子上犯糊涂？算算日子，云舒当日已有了身孕，若她真的揣着肚子嫁给了侯爷，又会发生什么？周儿，你老实交代，穆云舒未婚先孕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祖母，孙儿冤枉啊！
孙儿成亲之前曾遭人算计，被人下了催情之物，神志不清时欺负了一个姑娘。待孙儿醒来之后，那个姑娘就不见了。编，接着编。之后，孙儿一直派人找那姑娘，想对她负责，没想到机缘巧合的是，结婚当日我才发现自己娶的竟然就是那个姑娘。祖母，孙儿隐瞒不报，是孙儿的错，还请祖母责罚。孙熙也是与夫君见面后才认出他来，孙熙之前真的不知道身怀有孕。孙熙认打认罚，只求祖母莫要气坏自己的身子。演的我都想给你俩鼓掌了，这么能巧言善辩、颠倒黑白，真不愧是原书主角。老夫人可曾想过，如果真的和大公子成了婚，那慕云舒腹中的孩子就成了侯爷的姑息，那到时整个侯府都是他们二人的了。不妨猜猜，若当日没有我拨乱反正，他们会站出来坦白，还是会将计就计，亦或者这就是他们的算计？母亲休要胡言！大公子不过是侯府的一个养子罢，他自知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成为侯府的世子，所以干脆让自己的孩子来。你说，你当时是否有这样的心思？祖母，若孙儿说不是，你相信孙儿吗？事已如此，你要我如何信你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孙儿就休了慕云舒，以证清白好了。穆锦州，你说什么？你要休了我？你险些害死父亲，现在又陷我于不义。慕云舒，当日我被奸人所害，不会也是你的手笔吧？你，祖母，都怪孙儿糊涂，没早点看见他真面目。求祖母给孙儿一个机会，孙儿一定严惩不贷。穆锦州，你个颠倒黑白的狗东西，想让我给你背锅，我杀了你！穆锦州，你！祖母，孙儿是您看着长大的，孙儿绝无二心，还请祖母相信我呀。慕云舒险些害死你的父亲，罪当无数。祖母说的对，孙儿立刻就写休书，今天就休了这个毒妇，赶出侯府。不要啊，老夫人，你不要相信他。慕云舒，你说不让我们相信他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你还知道什么隐情？你拿了滚！好你个穆锦州！哼！我咒你断子绝孙，不得好死！把他拖下去！今日之辱，我定要你们偿还！我要让你们都去死！放开！父亲，造成今日这个局面，孩儿也有错，孩儿愿意领罚。太子殿下驾到！太子，糟了！我记得原书里太子在宫宴上谋害圣人未遂，导致太子党都被抄家流放，而穆星夜就是太子党。别怕，太子素来温和，一会儿母亲怎么做，你跟着做就是了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免礼。原剧情里侯府之所以没事，是因为太子结局时穆星夜已死。如今穆星夜活了下来，那倒是不仅是他，恐怕整个侯府都难逃一劫。定远侯，你没事就好。我特意叫来了太医，帮你瞧一瞧。多谢殿下体恤。怎么，有何不妥吗？奇迹，简直是奇迹啊！侯爷身子已然无恙。敢问侯府昨夜可是请来了什么神医？你便是定远侯夫人吧？禀太子，这位正是星夜刚过门的妻子。若没有她，我跟星夜今日怕是站不到这里了。
这个张家对牌还是得你拿着。往后啊，你就是我们侯府当之无愧的主母。谢谢老夫人。哎，这小女子果然深藏不露。定远侯，你真是好福气。今日要是没什么事，那本太子就先回宫了。恭送殿下。太子殿下，什么人？快让开！小女有要事相告，可祝殿下得偿所愿。虽然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，二房和穆锦州也无力再掀起风浪，不过当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化解太子的危局。那你还记得太子具体做了些什么吗？他的剧情太靠后了，我完全记不得，而且宫中的事我也不好插手。别担心，现在我也恢复了，太子那边就交给我。来，喝一杯。我看今夜月色不错，要不要出去走走？一直以来，辛苦你了。昨夜心头牵挂，今朝眼底繁华。以后曾是惊我一直都在。照映情更难拔。孤山独听雨下，寒夜无法就灯茶。小姐，不好了，乔姨娘小产了。没事，那边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处理。不行，巧儿那边的事儿我还得再去看看。好吧，那我一会儿去给老夫人请安。一如，进来帮我更衣。是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？今日一早，大公子和巧姨娘同乘一辆马车出门，结果半路上那马儿突然发疯，将马车给弄翻了。那现在二人状况如何？大公子还好，只是伤了腿，主要是巧姨娘的情况比较凶险，说是因小产流血不止，人怕是不好了。一如，速去请太医。现在人怎么样了？求母亲救救巧儿，救救我的孩儿！哎呀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孩子没了，姨娘血流不止，恐怕是活不成了。快让巧姨娘含着这参片，太医马上就到。哎，好。好好的，怎么就出了意外啊？小姐，太医到了，劳烦太医进去瞧瞧，务必要保巧姨娘一命，顺便看看她用的东西是否稳妥，可有人要害她。是。侯爷夫人，大少爷，屋里那位姨娘并非因为小产才流血不止，而是服用大量活血的药物，眼下血已经止住了，以后只要好生调养便可。怎么会这样？平日都是你在照顾巧儿的起居，说是谁指使你的？你若胆敢骗我，我就叫你人头落地！哎，求大少爷饶命！小的也是听从二房的命令，才在巧姨娘平日的饮食里加了大量的活血之物，想趁机要了她的命。竟然是他！母亲，还请您做个见证，同我一同去见祖母，我要让他二房一命偿一命。祖母，还请祖母严惩二房。
没想到这贺氏竟如此歹毒！去，到城外的老宅，把他给我提回来。禀告老夫人，二房私自从城外赶到了，方才就到侯府门口了，喊着要来见你。老夫人，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！你还我孩儿命来！都给我停下！你好好说，你儿子是怎么回事？他因为伪造成绩进入国子监，被衙门的人抓走了。真是一报还一报，活该！让你害我跟巧儿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叫人给巧儿动用了些补品，可别把什么脏水都往我身上泼。这府里不想让你好过的，可不止我一个。奇怪，我之前明明记得侯爷给过你举荐信，怎么还需要考试？就是因为星夜没有给举荐信，我才出此下策。你不知道，如今的国子监，只要找关系给点钱就能进，大家都这么干。我也是倒霉，没过多久就被发现了。不应该啊！我亲眼看见侯爷给你写举荐信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哦，难怪星夜早上刚给我来请安，就被宫中的人叫去了。这件事定有蹊跷。这回真被你说中了。国子监一事让父皇震怒，牵扯出不少人。这回要下马的人只怕不少。只不过，怎么？侯府的人一直以来都是我的簇拥者，这回连穆星夜也扯进来了，只怕是伤敌1000，自损800呀。太子殿下莫要因小失大，正因为侯府也被牵扯在内，才显得这件事的背后与殿下无关啊。确实。对了，你说的那个很厉害的发明，进展的如何了？快了，沈西堂穆星夜，我要让你们知道谁才是笑到最后的人。母亲，这么等下去不是办法，我这就去趟宫中求见侯爷。定远侯府众人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定远侯涉及徇私枉法，现已收押大理寺等候发落。侯府上下等人无旨不可出京，钦此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祖母，老夫人，老夫人。一听侯府出事，我就立马来瞧了。哟，老夫人怎的又晕了？与你何干？现在侯府已经不欢迎你了，请回吧。如今我可是太子殿下的人，是你们侯府高攀不上的贵客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原来是他，这一切恐怕都出自他跟太子之手。侯府怎么出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？我白眼狼？你们当初是怎么对我的？二姨娘，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你那宝贝儿子的下落吗？刚刚是我口不择言，满嘴喷饭。云舒，你别跟我计较。云舒，我们好歹也是一家人。二姨娘求你，在太子面前替我儿多美言几句，让太子帮忙把他弄出来，好不好？要是我心情好点的话，倒是可以考虑帮你。怎么样？你现在心情可有好些？还不够，你去抽他，或许我能更开心点儿。放开我！我奉侯爷之命保护夫人，谁也不能伤她。还攥着一口一个侯爷呢，现在
他不过是个任人拿捏的阶下囚，他的生死只系于殿下一念之间。皇室的水深不可测，我劝你离太子远一点，跟着他没什么好下场。笑话！沈西堂，你少在这危言耸听。你输了，就等着跟侯府一起被流放吧。云舒，云舒，念在咱们一日夫妻百日恩的份上，你能不能替我向太子殿下求求情？毕竟我只是侯府的养子，跟他们可是半点血缘关系都没有啊！云舒，放过你，我能有今日，可都是拜你所赐。我曾给过你机会，现在晚了。我今生最恨的就是你，我要让你这辈子都只能做个断子绝孙的瘸子。你，原来是你！没错，是我。我还特意没给那匹马下太多的药，生怕你就这么死了，不能感受自己的孩子就在自己眼前死去的痛苦。我要杀了这个毒妇！居然就这么死了，还真是便宜了你这个畜生！怎么，害怕了？刚才不是还很硬气吗？不逗你了，真没意思。太子殿下说你还有用，所以今天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。他要做什么？到时候你就知道，等着看吧。京都马上就要变天了，而我将会成为整个京都最尊贵的女人。好，我拭目以待。手下败将，我们走。夫人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做？事到如今，我们只能去劫狱了。西风任凭夫人差遣。定远侯，你受苦了。我知你心中委屈，被人冤枉。可是父皇大发雷霆，有很多涉事的人都要被问斩。我也试图替你求情，但是实不相瞒，父皇对我最近很是不满，总是处处针对我。若再是这样，怕是我的太子之位都难保啊！星夜，你可愿意放手一搏，帮帮我？殿下，你也看到了，如今的我身陷囹圄，爱莫能助啊。无妨，我已经打点好上下了，只要你同意，今天就可以离开。我倒是觉得待在这儿挺好，清静。你说这话的意思是，你不愿帮我了？殿下，别演了。如今我沦落到如此境地，想必应该来源于你的手笔吧。我就算死，也不会助纣为虐。还好西堂告诉了我你的真面目，前被你骗了这么多年，现在你休想再得逞。有胆识，是条汉子。哎呀，这都一整天了，不知侯府有没有收到消息？你那位娇滴滴的小娘子，怕是也等着急了吧？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才好。你把西堂怎么了？你敢动他试试？稍安勿躁。沈西堂如今是罪妇，自然要关在侯府听候发落。你要是愿意呢，我可以把她抓来，
和你关在一起，让你们夫妻团聚。穆星夜，我再和你说最后一次，你乖乖的把兵符交出来，我保证沈西堂没事，否则我有的是办法搓磨他。兵符，你就休想了！你有本事，现在就把我杀了！你以为姑真的稀罕你那破兵符？告诉你，要不了几日，姑就会拥有一支以一敌百的神兵，到时候你的兵符我不要也罢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立刻让你死，我要让你看着我一步步登上庙堂之巅。怎么？何事如此兴奋？太子殿下，神兵已经制成。哦，快给我看看。这么小的东西，如何上敌？好，甚好。这神兵只能造这一把吗？我已经把此物的图纸和配方都交给下面的人去做了，很快就能生产出一批来。到时候，殿下您就将拥有全天下最厉害的军队，就算是攻打他国也不在话下。云舒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让我想想，该赏赐你什么好？殿下这是何意？是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你做得很好，但是已经没有用了。不如就赏你做第一个死在这神兵下的人吧。殿下等等，我还可以预测未来，到时候你会在孤雁中被圣上诛杀，留我一命，我还可以帮你改写命运。我已经拥有神兵，已然无惧命运，你就安心的去死。果然是神兵，可以瞬间夺人性命。来人，在传令下去，神兵铸成之日，就是我起兵之时。是。夫人，你说什么？站住！干什么呢？这位官爷，奴婢是定远侯府上的丫鬟，奉老夫人之命送些吃食。不好了，太子起兵谋反了！快，速速前往大殿支援！星夜，穆星夜，西堂，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。你没事吧？他们没对你用刑吧？我没事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太子谋反了，现在外面乱作一团，没有多余的人守在这里。你等等，我现在就救你出来。小心！给我转过身来！西堂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好了，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，还是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吧。好，沈姐说的是。那现在我走前面，跟紧我。好。你躲在里面保护好自己，快！敢携要犯逃出大理寺，格杀勿论！穆星夜，穆星夜，小心！
都不许动！给我去死吧！你还好吗？原来第一次杀人是这种感觉。对不起，都怪我。不必自责，我们能活下来就行。这手枪你是从哪儿弄的？打从我第一次回沈家起就开始研究了，为了以防万一嘛。不愧是我沈姐，连枪都能做出来。哎，西风呢？他怎么没来保护你？我把兵符给他，去搬救兵了。夫人，太子把慕云舒给杀了，不日就要起兵谋反。你说什么？若太子成功谋反，那第一个被杀的恐怕就是慕星夜。不行，必须阻止太子。西风，你现在拿着这个去城外找救兵，务必阻止太子。是。我们快走吧，得赶紧阻止太子谋反，不然都得玩完。走。我看谁能拦我！住手！丁远侯，你果然不同凡响，连大理寺的牢房都关不住你。如今我有神兵在手，你奈我何？这就是你说的神兵吗？你怎么也有？因为我是上天派来的救兵，专治你这种恶人。你有一把神兵又如何？我的人全都有。现在这手枪都不要钱的吗？慕星夜，你现在要是投降的话，我可以考虑给你留个全尸。你休想！那就不好意思了。众将士听令！等等，小娘子可是反悔了？想劝劝你夫君？恕我说，我还有这个呢。我去，这又是从哪儿弄来的？研究手枪的时候顺便搞。还是沈姐牛啊！季风，侯府众人免跪听旨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定远侯与夫人平乱有功，封定远侯为护国公，赏黄金1万两，另封沈西堂为一品诰命夫人，赏宅院1套，钦此。多谢陛下。侯爷接旨。烦请公公将此物呈递圣上，并代我转告。如今四海昌平，臣已无异于庙堂之高，唯愿坐以闲云野鹤，与心爱之人共赏人间烟火。